2022年，一位在异国他乡老挝打拼的湖南籍主播扎七，在老挝的乡间村落里偶然邂逅了一位容貌清秀可人的姑娘。她的笑容甜美，气质纯净。初次相遇的那一刻，这位名叫皮皮代的姑娘才刚刚迈入成年的门槛。她是一位正值18芳华的女学生。两人在老挝这片土地上，从陌生到渐渐了解彼此，从相识到相知，最终坠入了爱河。在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，两人组建了一个充满爱意的小家庭。2年时间转眼过去，皮皮代跟随扎七回到了中国生活，并且生下了一个可爱的中老混血宝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初与皮皮代相遇时，扎七已经43岁了，他的这个年纪简直都能直接当皮皮代的爸爸了，怎么好意思提出要跟这个小姑娘谈恋爱？大家好，我是南风，本期一起走进老挝姑娘皮皮代和大25岁的湖南丈夫扎七的爱情故事，看看两人到底是如何在一起的。扎七，湖南人，1979年生人，自小长相属于斯文败类一类，自称一生都喜欢美女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。那这种渣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？大概就是从小招蜂引蝶，凭借着一张帅气的脸蛋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，征服了数不清的美女。他常年在抖音等平台直播，发布视频，是一个老挝歌舞团的负责人。他曾在国内成家立业，娶妻生子，后来婚姻破裂，便独自一人远赴他乡，前往东南亚地区谋求发展。他在网络上堪称是海外主播中的佼佼者，镜头里展现的竟是别具一格的东南亚特色风情。他自称是个渣男，很少在网友面前公开露面，大家只能从视频里零星的片段信息拼凑得知，他虽年过40，但帅气依旧不减当年。他并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，却依靠自媒体这一行当赚得盆满钵满。若要说起扎七是如何走红的，那就绕不开一连串的老挝姑娘。时间来到2019年，年届40的扎七跟着朋友一路来到了老挝的琅勃拉邦。揣着上万元现金的扎七一行人到了老挝，那简直就是土豪般的存在。扎七这小子骨子里还是个爱好艺术的娃，随身还带着台相机。路上遇到年轻漂亮的妹子，他就免费给人拍上几张艺术照。女娃娃爱美，都喜欢往他身边凑，有几个还大大方方地表示想要嫁给扎七。老挝大部分姑娘到了15、16岁都能嫁人生子，17、18岁的年纪在当地已经算是老姑娘了。她们心里早就盘算得明明白白，要是不嫁给中国人，那就只能由着父母做主，随便找个本地人给嫁了，到头来也就给家里换来几头牛。可要是运气好碰上的中国男人是个靠谱的好人，那说不定啊，真就能逆天改命，从此过上美滋滋的好日子。别看扎七40岁的年纪在国内不受欢迎，可在老挝姑娘的眼里，年纪大代表着有经济能力，会疼人。于是二婚的扎七成了个香饽饽，他交往了不少老挝姑娘，可是总是不能长久。有一个叫老挝阿大的姑娘是他谈的最久的一任，可这姑娘偏偏拿着他的钱跟别的中国男人拉扯不清。扎七心里气不过，于是抛弃了阿大，重新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时间来到2021年，扎七在老挝琅勃拉邦底下的一个小村庄里遇到了年仅18的小美女皮皮代。皮皮代有着小鹿一样纯洁的双眼，皮肤雪白，身材苗条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整个村子里的小姑娘加起来都比不上皮皮代一回眸的惊艳。扎七只用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小姑娘。皮皮代出生在一向怜香惜玉的扎七怎么能容忍呢？他思考后决定立刻去追求皮皮代。皮皮代那时候已经不在学校了，每天都在村里头闲逛。看到扎七的团队正在招人，他主动凑上前去打招呼，希望能捞到一个可以露脸出镜的机会。可谁曾想，舞队是没进去，反倒成了大哥的女人。扎七那年43岁，比18岁的皮皮代大了整整25岁。可真爱发生的那一刻，年龄都不成问题。扎七主动出击，到皮皮代家里，当着人家父母的面邀请女孩跟他约会。他认真地表示，皮皮代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
你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女孩子。扎七在老挝待了这些年，早都学会了老挝语，跟皮皮代沟通起来毫无障碍。皮皮代毕竟年纪小，害羞地低着头，捏着衣角，不知道怎么回复。扎七从包里拿出给皮皮代买的新款苹果手机，这是给你的。皮皮代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老挝有些地方刚刚通电，手机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。皮皮代脸红着收了下来。扎七一改以往的浪子形象，带着皮皮代在老挝到处旅游。他拿起相机，用心地记录下皮皮代的每一幕。在扎七的甜言蜜语下，皮皮代渐渐沦陷，爱上了这个比自己大25岁的男子。两人在皮皮代的一众亲朋好友的见证下，成为出双入对的情侣。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扎七是真的爱上了皮皮代。以前出镜的女朋友10几条视频里都穿着同一件衣服，而皮皮代几乎每拍一条视频就要换上一件新衣服。以往扎七谈恋爱的时候是只谈恋爱，绝口不提结婚。可如今遇到的这位姑娘既年轻又漂亮，长相还酷似明星的小美女，她这回是真的有些忍不住了。2022年和皮皮代交往一段时间后的扎七决定向老丈人提亲。他拎着一大箱东西找到皮皮代的家里，他看到一个简陋的吊脚楼，四处漏风的窗子，还有摆在地上的一盆盆老挝特色菜。他美丽的小女友赤着脚，穿着特色长裙，蹲在灶火边做菜。比扎7年长不了几岁的老丈人和丈母娘笑嘻嘻地看着他，嘴里重复着祝福语。扎七表明了想要娶皮皮代为妻的想法，老丈人一家毫无异议，都表示同意。只不过扎七目前没有办婚礼的打算，他想等过几年带皮皮代回国时再处理。老挝的亲友围坐在一起，为他们举行了牵绳礼，等于明面上承认了扎七这个中国女婿。扎七出手阔绰，立刻包揽了老挝娘家的生活开销，甚至出资5万老挝币支持老丈人新修房子。丈母娘还高兴地跟他说，特意给你们留了一间房子。扎七自从做了老挝女婿，对家里的每个人都关怀备至。扎七还为二姐牵线搭桥，介绍中国男人给她。你二婚嫁个老挝人不一定能过好日子，但是嫁给中国人起码吃喝不愁。不过这姻缘哪有一蹴而就的，二姐还在慢慢挑选，慢慢等待。扎七有了小娇妻后，更加卖力地投入到自媒体事业上去。以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现在就要考虑到自己的小媳妇儿了。2023年年初，19岁的皮皮代发现自己怀上了身孕，这可把扎七高兴坏了。他搂着皮皮代表示，等孩子生下来后就带着他回中国去。只是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。6月底开始，老挝开始打击歌舞团直播，扎七担心自己再待在老挝会遭受牢狱之灾。于是2023年7月23日，扎七独自一人率先回到国内。视频后有人猜测扎七是不是想抛弃皮皮代，对此扎七的回应是，我需要提前回国准备资料，这样才能带皮皮代回国啊。2023年11月，扎七将即将临盆的皮皮代带到了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。他在当地租了一套2居室，用来跟老婆皮皮代一起生活。怀孕的皮皮代看上去比之前圆润了一些，但眉眼还是透露出清纯的神色。2023年11月初，19岁的皮皮代在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一家医院里，一个足月的婴儿顺利降生。扎七开心地向粉丝们报喜，感谢大家的关心，母子都平安健康。皮皮代生下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，网友们纷纷评论说，这小子的长相绝对是扎七亲生的。皮皮代坐月子期间，扎七把老挝的丈母娘请到了中国来，毕竟皮皮代年纪还小，肯定更希望能有妈妈陪在身边。而且老挝人坐月子跟我们中国人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习俗。出院以后，老挝丈母娘跟着扎七和女儿回到中国家里照顾孩子，丈母娘不由得心生感慨，中国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，太先进了。没想到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楼房。她悄悄地对女儿皮皮代说，你在这儿好好生活，妈看到你嫁到中国来享福，
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丈母娘在家里住了一阵子之后，老丈人打来了电话说，家里的活儿多得忙不过来，要求老婆先回家来，还表示把二姐送去中国照顾妹妹。她生过孩子，有经验。其实老丈人内心有自己的小私心，好久不见，想老婆了。三来，二姐到了中国，既可以照顾妹妹，还能有机会遇到一个中国女婿。要是能把2个女儿都嫁给中国男人，那简直就是祖上烧高香了。自从小女儿皮皮代跟了这个中国富哥，他们一家人在村子里走路都抬起了头。如今皮皮代带着孩子和二姐住在云南西双版纳，扎七每天忙着工作，给孩子赚奶粉钱。每天晚上一回家，就能看到房子里的美妻智子。他躺在自家床上，望向哄孩子的皮皮代，心想这辈子值了。这段跨越国境线相差25岁的爱恋，用最朴素的日常印证了一个真理：爱情从无国界之分，也从不会被年龄、地域所桎梏。老挝的乡间有清甜的晚风，淳朴的烟火，那里孕育了皮皮代纯粹干净的灵魂。中国的版纳有温润的月光，安稳的居所，这里承载起扎七洗尽铅华后的归属感。两国的风景各有韵味，老挝的宁静纯粹动人，中国的繁盛温暖治愈。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风景本身，而是2颗心跨越山海，彼此奔赴的坚定。曾经的浪子收起漂泊的行囊，年轻的姑娘告别故土的家园。他们带着各自的过往，在陌生的境遇里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小窝。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，只有柴米油盐的陪伴；没有世俗眼中的天作之合，却有相濡以沫的担当。皮皮代用温柔消解了岁月的隔阂，扎七用责任守护着这份跨越国界的缘分。还有可爱的混血宝宝，成为了这段情缘最珍贵的见证，让这个小家满是烟火气与幸福感。愿这对终老夫妻往后能守着这份安稳，在朝夕相伴中沉淀更多温暖，带着孩子看遍2国风光，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，岁岁无忧。也希望屏幕前的你不必被世俗的眼光束缚，不必因距离和差异却步，勇敢去追寻内心的热爱与牵挂。无论你身处异国他乡还是故土家园，都能遇见那个懂你、惜你、陪你共度朝夕的人，在平凡的时光里收获独属于自己的圆满，让每一份真心都能被温柔以待，每一段奔赴都能抵达幸福的彼岸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关于70后大叔二婚娶19岁老挝姑娘的故事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我是南风，我们下期见。